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当今天陈志的全球通缉令发出之后，每个人都想把他的神秘面纱一层一层的揭开。你看到《卫报》做了报道，你看到 BBC 他做了相关的专题，都在讲陈志，甚至彭博在台湾收网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马上到了新加坡去直击了陈志的公司，结果4个字。人去楼空，这代表全世界的线索完完全全断掉了，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台湾，是一个关键拼图，因为这是陈志留下最多证据的地方。这里面有车、有房，而且重点是还有人。结果在这个氛围之下，你看韩媒怎么去看待我们台湾，怎么去办案的？他说保释金太便宜了，嫌犯在法庭上忍不住笑出来。引发台湾的民愤，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陈志能够这么厉害，司法都没办法去动得住他呢？原来我们太轻忽了陈志的政商跟演艺圈的这种人脉。我们知道，在15号的时候，检方已经知道了美国的通缉令下来之后，他马上到了和平大院去，他要去看一下这里的房产、这里车还有没有在。结果他没有拿搜索票的情况之下。他最后是叫北检发函给和平大院的管委会，结果管委会竟然把这一纸公文就传给了太子集团，他们开始进行了五轨搬运。所以，当今天全世界都在看我们台湾怎么处理陈志的时候，结果我们拘提25个人，只押了4个人，其中被放出来的这些人，交保金最少的只有3万块钱，大家非常非常气。我们台湾的司法到底怎么了？到底还有哪些猪队友在？帮忙陈志呢？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世聪，我们今天要大家看到是什么？今天不单单只有我们台湾想要揭开陈志的神秘面纱之外，我刚刚提了有 BBC。有卫报，有彭博，每天一报，每天报，每天报。为什么？因为陈志太神秘了。结果今天让我们大家觉得最 shock 的是什么？今天有个泰国的演员出来讲话，说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之后，他竟然形容陈志，他气场非常强，爱的。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跟教父一样。对，没错。实际上，陈志到底目前为止人在哪里，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见过他的人呢，都形容他说什么？特别是有一个泰国演员，这个泰国演员呢，他是演过陈志曾经出资拍的一个猎物的这个电影。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拍了这个电影之后，他去见陈志。他说呢，他见到陈志的时候，觉得他很像电影里面的教父这样的角色。他白白的耶。对，因为他白白，然后其实身高并不高。他说他除了打招呼之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的气场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强大。我跟他讲，这样如果有一个人呢，他的被查扣145亿美金来说的话，他当然气场非常强大。对，特别这几天来说，不是他们手下打电话给这个李天说，我们被查扣这件事有怎么样吗？那李天不是就陈志说这个是小钱，所以看起来的话，这个钱真的是相当多。对，人钱有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换成是我的气场也会非常的强大。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不过我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陈志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全世界都在瞩目。刚才你讲到。卫报、BBC， 甚至连韩国媒体都在报道。对，为什么韩国媒体都在报道？因为韩国这几天他也有查，他在首尔也有办公室，他们韩国也在查。但他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注意到的是这样，这是韩国媒体的这个标题，对不对？他就弄了这个刘姓助理的这个照片，然后这个照片来说，而且他直接讲什么？保释金太便宜了。对，他说嫌犯在法庭上忍不住笑了出来，露出这个满嘴的这个牙齿微笑，引发台湾的民愤。没有错，台湾民众觉得说怎么这样就交保了？但是韩国也是一样，韩国说你看那个国家也好，我们国家也好，对犯罪的这个判决都太宽松了。我想说，既然是保释金，那到底多便宜呢？点进去一看是700万韩元，哈哈哈！难怪大家笑到合不拢嘴。700万韩元就是我们台币15万，然后很多人就说死刑。为什么？因为韩国这几年也很多人被诈骗，对，也是家破人亡。所以像韩国人也是对诈骗恨之入骨啊。就没想到他们看到台湾台湾抓到人，然后没想到只有15万元交保之后，台湾民愤，但是韩国人也相当生气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次拘提了25人，结果有没有搞错？最后押的只有4个人。对，结果最后什么？就是这1、2、3、4。对，今天最关键是什么？我们以为涂佑文也是会被押走，结果涂佑文没有。
他也交保，我心想莫名其妙。对，没错。好，我们让目前为止来说，被声押的有4个人嘛，就王义堂啦，这个辜淑文啊、李守礼，还有邱子恩。好，但是还有另外叫涂佑文。涂佑文来说，他是做什么呢？他事实上是保管所谓的这个和平大院的钥匙，还有账本。哈，对。他东窗事发之后，听从上级的指示上级有打电话给他说你赶快汇钱。汇到哪里？汇美元，还有汇日币到尼尔公司，因为尼尔公司就是陈志的这个大账房的账本所在的地方嘛。好，就因为这样，没想到检方就说，你有串证的之余，我要声押你，但是法院就说没有查羁押的必要，然后有30万元交保。大家想说，那北检当然又提起抗告啊。可是我觉得，他当时已经在处理所谓美元还有日元的这个账户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他应该非常懂这些状况。如果你让他在外面，他是最懂里面金流的人，他就是把那些钱。我们一度以为想说你扣了房，你扣了车，但是你的现金跟账户的钱怎么那么少？是，就是这个人转走啦。对啊，结果你还放他走。对啊，60个账户剩下2亿多新台币。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跟他讲，现在呢，我觉得和平大院管委会也有非常大的问题。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我们讲10月14号的时候，当时不是英国跟美国已经起诉了这个陈志吗？对，陈志其实我们也有掌握到，因为他还同时还点名台湾3个女子嘛。那我们台湾马上就掌握到，陈志在台湾有买这个和平大院11户啊，就没想我们当时就说检调，怕说他会脱产，就我们检调第一个时间就到和平大院，冲到和平大院去了。就照你知道，和平当然是那种豪宅等级，对，门禁森严嘛。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门，这个所谓相关的门房不让你进去，不让你进去的时候，办案人员还要直接进去。进去的时候，管委会就说不好意思啊，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是北检还是什么人员啊？你们要出示相关的北检公函，你要给我看你的搜索票。对，那我就讲啊，这个或许的，我们讲，因为14号才起诉，我们15号来说，我们检方或许太过匆忙，那么临时就冲到那个地方去，或许是因为作业不及的关系。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你今天要去冲豪宅，和平大院是豪宅，你今天美国都已经制裁令下来喽。结果你要冲豪宅的时候，你的搜索票没有去申请好，就贸然冲去，怎么可能？对，没错，赵和跑过司法这么多年，他说不可能，对不对？好，那么讲，所以检调是不是有一些里面有猫腻？但我们不能说是检调怎么样。好，另外的那因为你要申请这个相关的函件嘛，所以马上就调查局是赶快去申报这个检方制作公文书嘛。公文书办案人员再拿到现场的时候，可是赵好这时候出了很大问题。对，管委会拿到之后，赵你知道？管委会居然把这个公函呢拿给太子集团的人啊，李守礼啊。那李守礼他看到，赵，如果你看到了人家要来收你的时候，你怎么办？赶快去通报，赶快去转钱了。对，然后李守礼就赶快转给陈志的这个路籍的，我们就叫他的李天知道。那李天马上就通知跟李守礼说，你赶快把这个邱子恩把9辆车开到这个君悦 W Hotel 等等知名的地方，然后再趁陆续移到什么保养啦，还有包膜厂的内湖的偏僻地方去躲藏起来。那过户给人家，譬如说像劳斯莱斯、宾士登记给刘姓兄弟嘛，还有另外阿法则透过这个南部的车厢转给一个视障无法开车的这个驾驶王顺玉。不是，这已经离谱到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公文书，对，马上泄露出去之后，就像我说的，短时间之内你能把车藏到哪里，你全都可以藏。对，而且夸张到是你连视障无法驾驶的驾驶，对，你都把车子把它直接丢到那里去。所以说，和平大院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我们的检调就是说，和平大院管委会你到底是在怎么一回事？对，那我们可以怀疑，因为目前为止来说，陈志在和平大院有11户嘛，11户里面来说，他或许在和平大院的管委会里面，他有安插他的人在这边，因为安插他的人在这边来说，我出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嘛，所以我觉得或许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检调也要查和平大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更致命的这个吸引力来说，或许可以为他招来更多的政商人脉关系。那个人就是李守礼。对，李守礼来说，他担任什么职位？他其实是天旭公司的总务长。那总务长来说，他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他曾经有酒店的经验，对，所以他其实把这个酒店的这个经验呢带到他们整个集团来。一开始其实他只是帮的，你知道他们太子集团每一年都会办一个高层的这个 party， 对，那高层的 party 呢，就是由李守礼，你过去有这个酒店的这个经验来说，帮他找很多台湾的网红啦、小模啦，真没一大堆，然后供他们这个 party 使用这样一个状况。而且他们听说了，这个包括说像陈志啊、李天啊等一干的中国的这些人呢，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太吓人了。是李天到了之后，是你看到这个劲爆的标题。
他说陈志的副手月砸100万包养龙亨妹，还说什么台湾妹最赞？对，没错，搞错，是没错。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是指的是李天用100万包养我们的台湾的女孩子，他说台湾妹最赞，所以呢，他们起源人非常喜欢这一套。所以听说当时的李首理帮他做了非常多类似这样的 party， 每一年的都在办这个 party， 而且也常常在招待所召开这样的 party。可是你知道，让人家毛骨悚然是什么？李首理说，我们不是只有招待我们公司的高层，我们还有政商贵宾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假的？对，所以你看，他有讲出来这句话。政商贵宾，好，如果有政商贵宾的话，那你看多少人去过这个地方？完蛋了。那好，那我就说，这也是为什么检调一定要把它扣起来。因为他搞不好就会爆出非常多，我们的政商名流哪些人有去过？对。但事实上这个也不难查，因为他们事实上招待所就在101，我觉得这都可以，现在都可以回溯去查这个相关的人士等等。所以呢，透过这些，你看有金钱，有这个所谓跑车，有豪宅，还有这个女性的这个诱惑，这么多构成了他的政商势力。所以他说他的势力或许在台湾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更多。而且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泰国的演员说什么？我曾经跟他合作过，结果说什么？他跟教父一样，就我们很好奇，对你到底跟他合作了什么电影？结果原来是什么？是这部电影叫什么？猎物。我就想猎物到底是在演什么？结果我没有想。他演的就是诈骗集团的东西，对，没错，他在拍他的纪录片嘛。对，没错。好，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位演员沙哈雅克，那沙哈雅克就是泰国籍的演员。那他事实上他在当年的时候被请到柬埔寨来演戏。那为什么请到柬埔寨演戏？我们知道当时陈志已经是柬埔寨的一方人物，就当时柬埔寨就说，我们要制作我们自己的好莱坞风格的动作片，然后所以我们就拍了，他就支持了这个猎物这个影片。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做新的中国侦探，然后在卧底调查这个暴力团伙的时候，误触到整个柬埔寨的这个一个所谓偏远的监狱之中，然后展开这个故事。那其实查的是什么？查的就是诈骗集团。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人家就说，你这个骗子好像是在演你自己。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在演他自己。对，当时他就说，我为了要赞助柬埔寨的这个电影的发展。好，那扎哈雅克说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矮小。皮肤苍白，他非常白，对，有没有？非常矮哦。对，然后蓄的这个山羊胡啊，然后30岁的这个年轻人啊，他只是神秘的金主啊。然后这样，陈志就说跟他打了招呼之后，后来就说，那我们呢来到这个，他就说，那我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就到了湄公河的这个金边别墅，然后就请这个沙哈雅克来了。然后沙哈雅克来了之后，就说，他们就把就很多人把我这个。送上豪华的这个坐车，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沙哈雅克的同事被带到宴会厅，对，然后宴会厅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很多大咖都很喜欢用那种很大的桌子，他要有排场，对，没错，他那个桌子是可以容纳20个人哈，20个人的大圆桌，然后他说他一进到里面呢，完全吓傻，里面摆满了酒啦，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佳肴，很多一大堆，然后他就说，你请上座，请上座之后，沙哈雅克马上被供上了一个鱼翅汤。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吃鱼翅汤，他知道说这个鱼翅汤显然不是一般的鱼翅汤，是非常名贵的鱼翅汤。他说这个汤可能价值数百美元，一碗汤数百美元。对，那我们刚才就讲这个所谓猎物这个影片，你看当时的时候我就说是柬埔寨第一个100万美元的这个大片。你看哦，这个地方已经写了哦。这个地方陈志，对啊，他直接挂名，他是制作人。对啊，所以制作人都已经根本无心在电影上面，他只是要怎样？只是要让他的形象洗白嘛，对。所以因为大家评价都很差，就当时又要上映的时候又遇到疫情，所以真的是很烂。然后后来就只有在网络上播放。不过陈志根本不在意嘛，你看他这里面扣了140多亿，小 case 小钱，那这个当然也是小钱嘛。所以说他就透过这样去洗白的一个状况，就是透过拍电影，然后我陈志不只是一个太子集团，我还是一个文创事业的老板呐。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引人疑窦呢？因为事实上这个猎物还有另外一个制片人叫做该昌 Chai 这个人哈，就没想到他也是他的这个同伙之一，他这一次也是被美国制裁的一个名单呐。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对，所以那陈志跟他2个一起拍的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来说，就是他们2个要洗白的一个状况。对，那我觉得这也不令人不会觉得意外。我们那香港有大亨也是拍电影想要洗白，马云曾经也拍过电影想要洗白。对，所以好像中国的人呢，都很喜欢玩这一套。所以你说，其实陈志想要学什么？崩牙驹。对，没错。他要把自己，他等于是这部电影是在跟自己的过往来致敬，这是他的纪录片了。对，所以你知道，
无形中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的话，就是哇，他当初原来埋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好，所以我们跟他讲，事实上除了我们讲这几天的陆续被我们知道的高层，就是除了陈志之外，李天呐，还有陈志霖之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浮上了台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朱宗标，朱宗标就这个人哈。对。那为什么我们要说他呢？你看，这是美国的起诉书里面，他把他的财政部公布他们整个集团的关系图哈。这里面是陈志，对，陈志来说，下面来说的话就是朱宗标。朱宗标旁边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李天，所以呢，这两个俨然是他的左右手。所以你看，三大巨头陈志，然后包括说像李天，还有朱宗标，三个人都来过台湾非常多次。所以呢，我就说他们的这个政商人脉关系，一定是透过这几年不断的累积嘛。好，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朱宗标我们要讲出来？你看，诈骗集团的高层巨额资产曝光，朱宗标迪拜就是杜拜购买29套豪宅，奢靡无度。不是，这每一个人随便都是买个29套、10来套的。对啊，天哪！对啊，你看他朱宗标一口气就是，你看100万的这个豪宅在这边，这个在杜拜，我觉得接下来一定要好好的查下去。宇轩，现在全球都在追杀陈志，结果怎么样？这个神秘的面纱也太奇怪，为什么？当今天台湾第一时间动了之后，彭博，你有看到彭博？他马上到了新加坡，他说我要看你这个新加坡这个陈志的办公室里面在搞什么，就一开门去问，里面空的，这个地方也人去楼空了。照我讲，太多巧合了。在2017年那段期间，他来到台湾这边布产自产，然后把这些员工布置，同时他在新加坡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谁？一个姓汪的，不知道是王还是汪。就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整案情会曝光？是因为他们之间互告。打了官司，说这个汪也侵占我的资产，那不是跟在台湾那个姓张的，他不是遇到一个也是姓张的新加坡人卷了他9亿元的，对，是不是一模模一样？那我觉得哪有这么巧合？来，我跟各位讲，他就说我要弄一个家族办公室，所以他先到一个地方叫做嘉丰豪庭。这个嘉丰豪庭呢，他光是就花了大概3亿多。然后你看哦，彭博是不是说要去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对。这个就是那个嘉丰豪庭，你说就是这里面对，然后结果大门是关的，灯光是熄灭的，员工不见了。对，所以我跟你讲哦，他们都很怀疑说你新加坡这个警方跟你新加坡政府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太扯了吧！当时他花了3亿多买这个地方，那你知道这个地方特别在哪里吗？它原本其实不是办公室，它是我们讲的4房的这种房子。对。结果呢，他把它打造成了豪华住所。豪华住所有什么？有按摩浴缸。对，有雪茄专区，对，然后有吧台，然后各式各样极乐。所以我问你，这是什么家族办公室啊？这根本就是跟台湾我们讲的那个享乐中心一样啊！真的是一模一样。这个地方是我们当时独家曝光的101招待所的样子，跟这里根本是一模一样的。结果还有一模一样是什么？每一个不管是警方去、记者去。都是空的，我跟你讲多好，有人通知了，多好笑，你知道吗？因为新加坡警方跟台湾警方也说一样的，说我们早就掌握了，我们调查局是不是也这样讲？对，说早就掌握了，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吗？在美国公布这个判决书以及相关的案情，应该是11月4号，10月14号还是11月4号的时候，14号的时候嘛。对，你知道那时候陈志在干嘛吗？他在找保姆，他在征保姆啊。他在新加坡，就你看到这个豪宅里面，就在新加坡里面，他的征保姆，你知道保姆月薪多少吗？13万块。然后要干嘛？照顾我的小孩，教我小孩读书，帮我买菜。对，这代表一件事情嘛。他根本没有把新加坡放在眼里面啊。但结果我跟你讲哦，你会发现时间一样嘛。新加坡扣多少钱，你知道吗？45亿。对。那台湾扣多少钱？45亿。那等于说他台北这个地方放了据点的钱，跟新加坡这个放的钱。你就是给你扣到的钱都一样，对，我去的时间都一样，然后连黑吃黑都一样。你知道黑吃黑他说什么吗？他说哦，我要告他，他侵占我大概450万美金，就是那个王，对，就是那个王。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关键神秘角色，这时候出来，陈秀玲。我们是不是讲了很多陈秀玲？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大账房嘛，对，就陈秀玲出法院。在新加坡，2021年、2022年那个时候，你跟我讲你有掌握，然后他公然告他说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旺不太对劲因为我们陈志有一个嘉丰豪庭这个豪华办公室，对，但他额外租了一个叫做 Dew Tower， 就所谓的双子星。他在双子星那边呢，说他成立他的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呢，是由他自己成立的公司，叫 CNFO， 也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嘛，是不是什么天旭啊？对，什么插凡啊，乱七八糟9家嘛。他说他成立之后呢，当我去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好不对劲。你知道怎么不对劲吗？
他说他跟我要管理费，那时候管理费他跟陈志要多少钱吗？50万美金，光管理费就1500万，这么贵？这场地费哦。对，场地费1500万，然后进到办公室之后发现都是纸箱，然后也没有什么器具，然后有一大堆的琴酒。光是琴酒呢就几十箱，那时候都放那些琴酒，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这家伙不太对劲，然后那时候他就发现哦，这个姓翁的哦，不断的开设自己的公司，把陈志的钱汇过去，一笔一笔的把他钱开始在掏空。所以陈志骗了这么多人，他也被骗了，他也栽了。他这样讲嘛？对啊，他在台北他也说他被骗啊。对，好奇怪，他走到哪被骗到哪，我都怀疑他是诈骗集团还是被骗集团。好，那时候开始在汇钱，然后汇到后来呢，你知道这个陈秀玲说什么吗？等到有一天我想要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那个 CFO 嘛，就是 Dew Tower 双子星岛，他不得其门而入。他都不见我了，然后也不让我进去，只有他的员工可以进去。那我传讯息问他之后，他也都不回，他都说他生病了。然后唯一最后见到他呢，是因为陈志说要改组我们整个家族办公室的这个金流了，要改组整个企业形态了，然后他才放我进去。然后最后面呢，他就把钱这样一笔掏空，将近快要450万美金。然后等到我们要找他的时候，人去楼空，人也不见了，我们就这样被骗了1亿多元。那我问各位啊，世间哪有这么多巧合啊？哈，办公室也一模一样的手法，被骗也一模一样的手法，也一模一样的资产，也一模一样的方式，唯一的差别是他没有在中华民国涉及。所以到后面哦，大家发现一件事情啊，你陈志根本不是被人家被骗吧？这只是他洗钱手法的一环。也就是说，当我落地在这个地方，对。而你当地的警方已经开始找上我，发现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啊，我只是来这边投资房地产啊，我在来这边投资金融啊，结果呢，一切都是我的在地协力者骗我。刚好台湾也是新加坡籍，新加坡这个人当然是新加坡人，把我钱骗走之后呢，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结果呢，等到警方要上门的时候，跟台湾一模一样，人去楼空，早就什么也查不到。瑞哥，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哪有那么扯的事情？台湾的检警去，东西都搬光光了；新加坡、彭博去也搬光光了。我们讲说，天哪，陈志，你的政商关系好，你的演艺圈的关系好之外，今天这一篇报道出来，我就懂了。你不仅白的好，你黑的也非常好。他说什么？揭秘太子集团系列，结果有个2把手，就是胡小伟。结果更可怕的是什么？还扯出跟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都有关系。刚刚大家讲的是2017年来到台湾，对，哇，买了20几辆的这个豪车，对不对？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没再进出台湾？2021年。对，请问现在是2025年的年底了耶，他有4年多的时间没有进出台湾了嘛？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到通知，台湾跟美国还有来自于帛琉政府的通知，那么已经秘密立案在调查他了，他知道了，你知道吗？那你问说他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很简单，他的布线一定在黑白两道之间有线。好，刚刚讲说陈志2021年就没到台湾，对不对？对。可是你知道隔年2022年，胡小伟密集的进出台湾。为什么呢？因为胡小伟就是这个相关的那么集团里面的2当家。你说的就是这个胡小伟。对，当今天陈志没有办法来台湾的时候，胡小伟出来了。就胡小伟竟然牵扯到台湾的帮派去了。那么你要知道哦，胡小伟啊，1982年出生，陈志也很年轻啊。胡小伟1982年出生，重庆大学毕业等等啊。那么事实上，他密集的来进出台湾了以后，指挥台湾。我们现在知道，美国不是下令啊，要这个等于说要制裁9家公司，3个台湾的女性嘛。那事实上目前查出来，他们在台湾呐，不止9家公司，总共超过23家实质跟空壳的相关的公司啊。如果不是现在查获，可能会不断的一直膨胀，一直膨胀。对，因为它需要好多的公司嘛。这边的公司卖豪宅给他，卖什么东西给他，洗过2次以后，我跟你讲，这些钱全部变干净了。为什么？因为经过了人头公司不断的洗嘛，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很笨，就是说专门去买这个不动产，好让你查到他的时候给查扣，不是的，他们打算用洗的方式呢，把这些不动产全部洗成干净的。胡小伟他的出身背景呢，事实上他从重庆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然后因为很聪明，跟陈志一样有小聪明，他们的做法跟如果你看过一本书叫做《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买空卖空，用别人的钱来赚更多的钱放进我的口袋，事实上自己都完全没有出任何的成本。对，诈骗集团是这样。那么空中的相关的博弈啊，线上博弈也是这样，都是用别人的钱，然后来赚更多的钱，里面充满了诈骗。那么他们的手法都一样，但是他会在网络上面，然后呢不断的累积资产。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胡小伟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么用这样的手法呢，非法吸金了60亿的人民币，也大概是200多亿人民币。如果是老公被老公逮到了，照理来讲啊，这200多亿他一定帮你刷，对吧？你知道拘禁2天后，北京高层下令把他释放，就放人了。北京高层啊，听清楚啊，是北京高层下令把他给释放掉，他跟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对吧？跟军方的关系啊，非同小可啊，没有人可以动他。所以那我问你，你知道你以为陈志就是真正这个所有那么庞大的集团啊？那么背后真正的创办人不是？那你问我是谁？我告诉各位，这家企业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是谁了。他叫什么名字？太子集团。请问什么叫太子？红二代叫不叫太子？对，很简单。所以他已经跟你讲，我告诉你哦，陈志能够发迹跟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柬埔寨的头子，实质上掌控整个柬埔寨的头子叫洪森。请问洪森跟谁的关系最好？洪森跟老共的关系最好。洪森跟老共跟习近平的关系最好。能够说动洪森，也就是陈志，现在被通缉了，人还躲在柬埔寨哦，安然无恙。所以你就知道，那么他的背后绝对没有那么单纯呐。那这个胡小伟呢，他所结交的方式，我问大家嘛，如果包括陈志也好，包括胡小伟也好，如果这些号称有钱人，公司企业那么多，拿出名片那么厚，然后呢，每次都是开那种2亿的名车来，然后呢，那么请你去高贵的地方，出手大方，再送你一些小礼物。我请问你，这些黑白两道不会把你当做一回事吗？那黑道为什么也会加入？因为很简单，因为呢，我做那么大，我在全世界做那么大，包括台湾，包括很多地方做那么大，对。黑道会不会眼红啊？当然会。黑道的鼻子比谁都灵啊！黑道的鼻子比调查局都灵。有哪里有非法的钱可以赚？他一般想不剩8刀逼嘛。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把你收为我用，不如直接不要忘记了，我们台湾曾经卷走理律事务所30亿的那个人啊，叫做刘伟杰啊。他在中国就直接因为黑道怕黑道去弄他，直接叫黑道保护他。所以同样的道理，你就知道。这个胡小伟也好，这个陈志也好，事实上他在台湾，在世界各国正建立他的庞大的黑金赌博帝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